那一天我其实是全面否定我自己的。那你没有经历那个越来越失去的感觉，我会觉得说哈，原来我想要真正的少女心事，不是说爱恨情仇，而是焦虑，为什么自己还不够优秀？你会有这种感觉？有，大概你到了快40岁的时候，你可以很豁达的看他。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可能？我都还在纠结。你会有遇到过这样的怀疑？我的问题是，其实我不够爱自己，但我必须要说一句，还要多好。就是身为一个人，你觉得你还能多好？这永远是没有尽头的。很多人说他饰演的雷霆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而他演唱的《够爱》，一个人想的一个人，更是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心事。最近因为一档热门综艺，让曾沛慈再一次回到大众的视野，有人说她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而我很好奇的是，烙印了无数人青春的曾沛慈，她自己的青春和成长故事又是怎样的呢？想去找她聊一聊。哪位？终于见面了 Hello， 我是佩慈。哇，终于见面了！你知道我等待跟你见面的这个机会等了多久？真的吗？2个月。没关系，你今天是刚从台北回来是吗？哎，昨天半夜。哦，很辛苦，最近应该挺累的吧？最近痛并快乐着。我看你宝莲的舞台的那个舞蹈应该挺折磨你的吧？我觉得每一个舞台每一公有不一样的挑战，我在乎的程度都一样，但是他的确对体力上还有脑力那个对舞蹈的记忆，对，非常非常考验。那最近因为其实也有很多人关注你、喜欢你，甚至讨论你嘛，会有压力吗？我本来觉得我应该会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评论，但我发现其实我忙到没有心情看这件事情，因为我光是准备公演，还有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时间都不够用，留言很多。但我觉得自己要学会过滤，你难免会看到有一些人他还是会讨论你嘛。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真正在学的功课。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很集中的时间，然后非常专注的在，就是你就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其实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幸福。OK 啊，那我们今天好好的聊一聊，要不要请坐？请坐，该我来说，请坐，请坐。首先，肯定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你为什么要参加浪姐？我真的是从第1季就开始看，我很少看着电视，然后会在家里，然后起来这样子，就是你会激动。我知道你是一个看综艺会有很多 reaction 的人，对，但是就是浪姐的舞台真的是，你就越看越会觉得说，如果哪一天我也上去，我站在那边，我能够完成到什么程度？这样子，慢慢真的产生向往，你会想要去挑战，你会想要去追求。其实也会害怕，但是当这个机会真的就在你眼前了，那我今天要不要去把自己的真的内心的渴望跟我的那个想要的勇气，这才是占我心里面最大的比例，甚至是初衷嘛。所以后来就排除一切的疑虑啊、不自信跟恐惧，那就参加咯，看看会发生什么事。这样参加到现在，你觉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不太一样。就是我先说那个水深火热在我这边不是贬义词。OK， 我觉得它是水深火热，是形容你一个人极度投入的时候，然后你有很多需要去面对的挑战。这个节目看的不是只有舞台，还有每一个人的相处，甚至是你今天是当队长，还是你是当队员，还有你每次的选曲，还有你还要面对每一期有姐姐要走。就是你平常坐在家里，你根本不会感受到这些情绪。所以我觉得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的，反而是很充实到有时候我来不及感受，但是又知道这绝对会是我以后成长的养分。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唱跳，我想的太简单了，就是从一半一半开始我就觉得哇，就只是跳舞而已嘛，对吧？多练就好了。所以我一攻我就毅然决然的我要挑战唱跳。可是，一半一半这首歌歌词真的太多了，我自己私下也唱了一下，真的不太行。来参加之后才知道唱跳这个领域，甘拜小女子佩服了，不会轻易，我不会说我以后一定要成为一个唱跳歌手，因为我觉得那个门槛很高。但是我还是觉得跳舞是一件很开心。但是你已经完成得很好了。你跟姐姐们相处的怎么样？我看到有一些人说我初见面的时候觉得我在演。就是说哇，他干嘛那么兴奋了？我是真的兴奋，因为我觉得太多我有看他们作品的姐姐出现在我面前，但是
从初见面到我们大家开始比赛准备公演，然后每天都泡在训练室，你没时间跟别组的姐姐聊天，光是一个拥抱，光是一个问候彼此好不好，然后我很喜欢，因为至少我目前没有遇到我去抱她，她拒绝我的姐姐。哦，谁会拒绝你呢？难说。不，我的意思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习惯肢体接触嘛？对，有些人可能会害羞，所以我想应该是因为这季姐姐其实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我看你跟王蒙姐姐的互动，大家都说很甜，你们私下的相处是什么样的？她是因为我其实蛮意外，她私下的性格和表现出来的是一模一样吗？她就是一模一样的人。我们在同一队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叫我大 vocal 嘛。哦，从一开始会觉得说不太好意思接受这样子的称呼，但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几乎你跟他相处，他没什么距离感，就是几乎是我们组队的第一天，他就可以跟我那叫怎么讲啊？自来熟。对，然后就是闹你一下这样子，然后所以当我感受到他对我这么接受的时候，我当然也会觉得。那我们一定是可以打闹，就是玩得起来的好伙伴。我觉得他的经历是一个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经历，他也非常的知道说我们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好好准备。对，他对于作息这个要求很高。但我必须说，他其实比我们任何人都认真。他绝对不是那个主动会提说好了我要休息。对，他不会，他绝对会把他自己要求自己的标准做到他要的目标，他才会好好休息。我觉得我跟他个性某方面应该也是蛮像的，那个叫什么大拉拉。大咧咧大大咧咧，对，我觉得有一块是像的。其实包括灿灿也是，蛋蛋也是，所以怎么都叠字啊？萌萌就是气味相投吗？可以气场相合。对，我觉得他刚认识我的时候，仿佛看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然后不断的开发我，然后我也被他的这个没有距离感给融化。所以我非常非常谢谢他。在节目之前，你的关注度已经非常高了，然后很多人提起你，其实还是因为雷霆嘛。对，隔了这么多年，又被大家提起这个角色，你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我很意外，雷霆应该是2012、13嘛，10几年了。老实说，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记得了。应该是说，就算记得他，绝对去世，绝对就是一小块的人，他不会是一个。我真的没有想过，我出舞台录制之前，大家就在网络上把我的投票投到那么，就是让我感受到我还问公司说，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我真的这样问，因为我太意外了。我看到非常多人写说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学生时期的时候，一直以为终极只是一个小众的对，没想到有这么多人都喜欢。他们说，透过这次的我参加浪姐，他们真的开始可以很自然、大方的跟别人分享说，其实我有看终极或什么，我有看到这样的言论啦。我其实看了觉得很可爱，就是我没有想过他们竟然会有这一层顾忌，但我知道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一直以来想做好的事情做好。老实说，我很感谢我，因为这些支持，我觉得我自己只想交出更多好的舞台跟作品，所以到现在为止都还是这样。我记得你当时在节目上有分享说，其实之前你觉得可能大家有一段时间都以为你不唱歌了，所以你才义无反顾的决定来参加这个节目。是有这样的情况。的确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其实我明明就发片了，而且我刚发片没多久，然后有人说：“你怎么不唱歌了？”然后我心里想说：“我的专辑在这里。”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多资讯，然后分众很明显的一个时代，信息快速的更新迭代。我也在学习如何从以前我在选秀节目的那个年代，到现在这个资讯量爆炸、变化这么快速的时代，那段时间直接一点来说。我演戏上的成绩受到比较多的关注，没有特别关注我的人一定会觉得他应该不唱歌了吧？反而在浪姐不是说你要去证明自己是一个歌手，而是我能够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会开发更多勇敢的我自己是这样子看这两件事情。因为我看有粉丝说，感觉好像来浪姐应该是你做的比较有勇气的决定了，算吗？我去演戏也蛮有勇气的。我不是专业出身，我大学读的系所是企管嘛，包括参加那个歌唱选秀节目，它都是一个无心插柳。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参加那个比赛？我只是觉得我好朋友要去参加，那时候很多的选秀比赛很盛行所以其实我前面已经参加过2、3个了，玩过之后你也没上，你就不会觉得说
这个会上，你根本不会觉得，然后你参加也不是因为要当明星，你只是觉得有好朋友一起好好玩哦。结果没想到拿了第6名。对，而且那时候拿了第6名，我超级满足，我就觉得耶，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我根本还没有去玩，我就投入到比赛，我比了半年。你当时不着急就业吗？我也没有到非常着急就业，是因为我还想要继续在学业上，我还在犹豫我要不要再去考研究所或什么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的人生太多选择了。就其实你没有毕业的焦虑，我那时候没有。我只想玩，我觉得我有一点点，有时候有点后知后觉，可能别人会觉得我绕了远路。应该刚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些机会来的，但是你硬拖了半年，超过半年。就是那时候也有唱片公司啊，也有经纪公司来跟我接洽，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的我真的是一个小朋友，也是一张白纸，你也没有那么确定这半年比赛的经历到底是不是非得跟你未来的人生目标跟梦想画上等号。但其实你蛮慎重的，因为很多可能尤其是素人参加了这样的比赛，要是有一些名气，有公司来签他可能马上就会答应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也不是前3名，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的，我真的没有感受到那个迫切。应该是说，当你发现能够唱到歌的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我对唱歌，我对舞台是有向往的。那你没有经历那个越来越失去的感觉，你不会觉得，对，你不会觉得说原来我想要，因为那时候工作越来越少嘛，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你在房间狂练，然后也没有观众啊，你自己在房间清唱啊，我心里面竟然感觉到唱歌带给我的一种很奇怪的满足跟感动。这样讲有点自恋，但是你就是耳朵只听得到自己很认真练习的歌声，可是在那个瞬间，我确定我想唱歌，这个是8个月之后的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爸妈说，我想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没有公司来找你了，所以那时候我妈妈的一个同事的先生，他认识那个时候终极系列的那个制作老板，那就本来想说只是聊聊天，他觉得要不要演看看演了不一定没有唱歌机会。然后那时候公司还有飞轮海嘛，他举了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所以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有盼望，然后就演了，但也不知道演戏是什么。你当时刚知道自己要演戏的时候，你抗拒吗？不抗拒，你根本不懂啊！你不知道演戏是什么时候，你不知道演戏其实那么辛苦的时候，你不知道演戏其实那么的是一个那么高深的艺术的时候，你不会知道害怕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那就做啊，就是演看看嘛，只要有机会唱歌。感觉怎么样？哈哈哈，蛮恐怖的。第一次演戏真的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你不知道镜头是什么。人生的第一颗镜头是拍你走路，镜头只拍你的脚，也没有带你的表情。突然不会走路了，就 NG 20-30次，因为导演就觉得你走得不好看。所以我记得那天我在收东西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觉得我在这里干嘛？那一天我其实是全面否定我自己的。你到底为什么连走路都走不好？可是你还是会有下一次的通告，我还是出现了，你做的决定嘛，你就负责嘛。即使你知道你自己演得不好，即使你知道镜头后那么多人在看着你，各种眼神都有，但是就做啊。到我记得应该是第3次还是第4次面对镜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某些地方开窍了，也是三国终极三国。其实那个镜头很好笑，我是要拿一个板子，然后打那个演张飞的演员，我打得好顺哦，然后那个瞬间就我怎么有些自然的东西跑出来了？就是也是透过旁边的人跟我讲，就透过这样一点一点的，你在那些不熟悉跟害怕里面，你去找到一些你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原因。就这样有点算是傻傻的、糊里糊涂的，就走在这条路上这样子。但其实终极三国包括终极系列确实算是你人生当中非常拿得出手的作品。对，而且我演了好久。那这2部戏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反响之后，有改变你想要做歌手的想法？因为其实在演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好像都有唱到片尾曲。对，而且片尾曲唱得也很好。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弃出一张自己的个人的音乐作品，就是我希望30岁之前我可以发到我个人第一张专辑。那其实也是我那天决定我要当一个艺人的那天晚上，我那时候定的目标就是好，应该发完一张专辑
我就 OK 了，就大家拜拜这样子。然后，可是因为等到我发个人专辑，等于我演戏先演了7年嘛。对，本来终极系列演到最后，到那时候我对身为一个演员的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没有那么有自信。所以其实并不觉得我就可以放弃另外一边，然后我只觉得这2边我要继续的去坚持住。但其实那张发的应该很艰难吧？等待了很久。对，当时知道终于要发片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光是听到有人愿意帮我发专辑，我都觉得这是真的吗？因为我已经想太久了，一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会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很快会不会就又没了这样。对，所以我记得我到记者会那一天，我整个，我的眼泪停不下来。其实你每一次发片你都会哭，你发现吗？应该是说每一次的哭的点都不一样，其实原因也不太一样，但我很清楚的记得我那第一张专辑的那个泪水是，我真的不想停。那个等待，那个心里面太多这7年多来的自我的期许，经历过的，可能这个行业没办法维生了，然后甚至是你对自己的期待、对自己的怀疑，各种。身为一个演员，身为一个歌手，什么时候走到那一步？我听说你差点要决定送外卖，是吗？对，在疫情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怕下个月就没有收入了。其实演雷霆之前也有想要离开的时候，也有，像有2次。我不是本来就想当艺人的人，所以这个自我怀疑时不时会出现。在演雷霆之前，那是真的想要跟公司说，要不然解约好了。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去做一些可以赚到钱的工作，不然我不知道我下个月的生活费在哪里。那张当时发之前，这张专辑制作的过程艰难吗？我听说好像录了很多遍，是吧？每张专辑都录很多遍，可是那一张专辑即使录很多遍，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也不觉得艰难，是因为我觉得太好了。我可以发片，所以你要我录几遍我都可以，我不觉得辛苦，一点都不觉得辛苦，要我录几次都可以。会有觉得自己定位很不清晰，甚至不知道该哪个方面投入更多的时候吗？有，也问过公司说，我同时拥有演员跟歌手的身份是好事吗？但他们到底要觉得我是歌手还是演员？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有一点多想，换一个角度想，你身上拥有不同的才能，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只是重点是在你选择在什么时候展现这个部分。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要不要专注在做某一件事、某一块就好，可是我发现我下不了决定。我以为你可能会选那要不选唱歌，因为我感觉你真的很喜欢唱歌。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说是一个太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从幼稚园我在合唱团嘛，小的时候在我爸爸的车上，他都会放那些他喜欢的歌。我要怎么放弃这件事？就是我可能有一天不在大众面前唱歌了，可是我依旧爱唱歌。可是今天演戏，我在家我可能只能演给我先生看，就是没有人会在家自己在那边演戏嘛。一个是从小就自然而然会的事情，一个是后来做了发现它竟然可以带给我这么多启发，能够让我有所提升跟成长的事情，所以就选不出来。而且我知道我还有想挑战的角色。对，因为我看其实你从终极结束以后，后面有一段时间内你可能还是停留在偶像剧的一个阶段，但你突然演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就是殷思月。对，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争取那个角色？我那个时候在终极这个戏剧公司的合约其实已经满了。那我那时候也问我自己说，我其实可以继续待在舒适区，我继续收获这些观众这些喜爱，我也唱得到歌啊，我不要继续吗？可是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就是在终极这个领域里面，我演了太多角色，我能拿出的最好我已经给到全部了。我那时候想的就2件事，一个是我要归零，我要在表演这一块，我想要把自己重新回到一个起点，需要沉淀后，然后重新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你到底还想要在表演这块，你要挑战什么？所以就在那个时间点，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戏来找我。其实殷思月这个角色，我那时候看剧本的时候，我很羡慕这个角色。我觉得怎么有一个角色可以这么，他就是个小太阳，他好像不会悲伤，他好像永远都能提供给别人爱跟温暖。但其实我觉得不现实，没有一个人可以24个小时都是这样，因为是一个人，你就会有负面的情绪，所以反而是剧本里面这么完美的他，让我产生好奇，我又很想要在表演的领域重新归零，再次出发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因为那时候可能会有人觉得说，雷霆的这个标签黏你太多了，非常的，非常的，你会有一种被他束缚住的感觉吗？束缚
不会。可是比如说在路上，或者是自己都办到个人演唱会了，然后台下很多人说雷霆，我就说 Hello 大家好，我叫曾沛慈，就是你还是会想要跟他说，对，我演绎过一个在你们心里留下很喜爱、很深刻印象的角色，我很接受。但是同时，我也想告诉你，真实的我，以及现在正在站在台上的我，在面对你的是以曾沛慈的这个身份在面对你。以前的确会有段时间会觉得说，什么时候他们才可以第一时间就叫的是我的本名啊？但现在的我会觉得没有关系，你想叫我什么我都 OK。终极系列它的设定比较中二嘛，对。然后有的人说这个角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你说演技上没有什么含金量，就他可能很难证明一个演员他真的有演技啊。你会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现在不是很爱考古我吗？啊，你们可以去考古那个终极系列的每一场戏，那些哭戏，那些友谊之间的生离死别，知道自己在不同时空的设定，那些你在现场，你知道你手上不会真的发出异能，可是你却要像有异能一样的办。我告诉你，终极系列信念感，信念感，我觉得终极系列，身为一个演员，你要去演终极系列，信念感是所有剧种里面需要最强的。我第一次在现场，我要发出我的异能的时候，我还被导演骂，他说你没有认真。你没有相信这件事情，对你那个 pose 你不够，就是没有说服力。你那个发出来的东西，你自己都不相信，你可以发出这个东西。所以包括导演都是这么认真的在面对。你说到终极系列的哭戏，难道就能够不真哭吗？不行啊！你在终极系列里面，你面对你亲人的离开，你面对你喜欢的人离开，那个感受难道就只有中二的感受吗？没有，它就是一个人的情绪。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不需要演技，我觉得他需要更多的演技，跟相信你自己就是这个角色的。就像你说的信念，我就是雷霆呀，这不容易，这非常不容易。确实，谁没事会一直穿着西装，每天穿西装出现啊？对，对，但是还是会想要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会，不是因为不想演，是因为你大概知道你自己再怎么做，它就是完全是舒适圈了。那当时应思月这个角色是你自己争取的吗？还是说他们来邀请你的？他们来邀请了，但是毕竟是我没第一次接触比较这个叫什么剧种啊？写实的，对，所以我也表达了我很想学习的心。那就双方都想一起努力。对，你有想到他会拿金钟奖女配奖？真的没有。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我虚假，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而且我觉得那个角色拿到奖，其实不完全是因为我的演技，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不论是编剧、导演，每一个环节，大家都太用心了。是一个共同成就大家的一个作品。是，就是完全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拿完这个奖压力大吗？大。那时候拿完出去以后都是，这是金钟奖女配，倒不是，就是反而拿了奖之后的1-2年想太多了，就会觉得说我要再接类似的角色吗？如果这个故事不够打动我，可是我又很想跟这个导演合作，种种的，就是那时候脑袋里面思考太多了，就不是白纸了。就因为你对不是白纸了，而且你知道你身上。有一个那种期待在身上，就好像每次都拿着那个无形的奖项在压自己。我觉得持续了1-2年有，后来才觉得哇，想太多了吧？就是你还有那么多没尝试过的角色，何不先专注于好好挑战自己？现在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蛮平和的。你上的那个太厉害，我感觉很松弛在里面。那个角色很喜剧嘛，然后我原本没有把握演得好，而且。那部戏里面有3个女性角色，对，本来以为他们要找我的是另外一个，而且我坐下来跟导演、制作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不跟我讲要我演谁然后聊完了，我还是不知道我要演谁，然后我就说你们要不要讲，到底要我演谁啊？他们说你觉得呢？然后我就说我最后不小心吐露了一个真心话，那个角色叫郑美惠我说我是觉得我在剧本里面看到这个角色的篇幅的时候，我会想笑。然后就看到导演眼睛一亮，他说：“你喜欢是不是？”然
然后我就说等，你该不会是要找我演这个角色吧？他说你觉得不可以吗？我说我觉得很大跟你，我觉得喜剧角色是最难演的。私下的我跟工作上的我还是会有落差的。我其实私下我很懒，有时候连讲话都懒。我每次下戏我都好累，演郑美惠，因为他就是要一直对，他要很忙，他要发明这个搞那个。可是我平常根本不会这样啊。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没有那么有把握，能够把这个角色演好。但是那时候是对戏的佑哥杨佑宁，他哇，你跟他演戏，你真的，你稍微1秒钟不专注，你都会那个丢接是会漏掉。哦，他给你的很多，他很松，他松到不行，然后松到你会觉得你真的有在演吗？这些演员都是我的前辈，然后你在跟他们演的时候，你边演你会边从他们身上赶快偷学一点东西。我觉得美会的收放自如是这样来的。但可能在收放自如之前，其实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比较纠结、比较焦虑的时刻。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来自于我对表演的不自信，因为还不自信，就演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自信。老实说，不是科班出身的时候，你真的会总觉得有点怯，就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对不对。对，你总会觉得够专业吗？但其实专业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一个绝对好的东西。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些自然的来自生活的东西。的确是，所以其实在演完《太太太厉害》这个作品之后，我开始演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觉得，其实我演戏好像还不错，就是竟然就是才长出一点愿意好好肯定自己的自信，真的不是客套话，就算拿奖那部我都没有觉得我好会演哦，我真是太棒了，没有。无论是唱歌或者是演戏，相对取得一个成就，或者说进入一个佳境的状态，其实反而不是在20多岁的时候，对吧？对，是在30岁甚至40岁的时候，好像是对。然后，但其实这和现在大家会比较期待的，比如说年少成名，或者年轻的时候就能取得一些事业上的成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说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真正的少女心事不是说爱恨情仇，而是在深夜的时候焦虑和否定自己为什么成长的这么慢，为什么自己还不够优秀。你会有这种感觉吗？有，对，就是少女时期的时候。对啊，每一天你都在想着，天哪，我下个月还没有工作的话，会不会是因为我怎么样？就我是一个很容易内省的人，还有完美主义，就这个也是让我蛮不容易肯定自己的一个很绝大的因素。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少女心事，我非常能够体会。我有一次我忘记是浪几了，我记得那个40加的姐姐就说，其实你大概你到了快40岁的时候，你会渐渐发现这一切，你可以很豁达的看它。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30几了。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可能？我都还在纠结。可是现在真的，这2年，我觉得自己慢慢在这个，我现在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少女啦。但是慢慢知道怎么让这个少女的心事变成少女的豁达。但是也是这2年其实才开始松下来的。对，你自己会有年龄焦虑吗？现在没有，以前有，就大概38岁的时候，我有点抗拒我即将要变成4开头。那个时候纯粹是对于自己的外貌吧。因为你有容貌焦虑吗？我觉得之前有现在还好。素颜的时候看着镜子也会觉得说，怎么眼睛不再大一点？怎么是还是已经很大了？这是因为现在化妆。就是我觉得其实想追求更好的自己，这个心态没有错。可是不要因为这样就是把自己变得太焦虑。如果在事业上投入了很多时间，家庭这块其实免不了。对，因为人的精力真的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说你真的能平衡得很好。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因为我跟我先生是认识超过10年的好朋友，所以其实我在跟他沟通事情，甚至是未来的我们2个要一起面对的人生规划，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得很开。所以其实在交往阶段，我甚至有问过他说，你有想要小孩吗？你想要几个小孩？几个小孩啊？家庭要怎样啊？我们几岁要退休？不然就是都 match。对，我感受得到他对我做的任何决定都支持。所以我想现在我能够在我的工作上，我的事业上一直勇往直前，我觉得要蛮谢谢他的。
对，就他帮我遮风挡雨，就他全力的支持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对，不会要求说你必须要承担家里的这个部分。不会，他就像我现在偶尔回台北，家事都是他在做，他帮我晾衣服，他帮我准备我该带来的东西的。我忍不住说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他就说因为我知道你很辛苦，然后他也喜欢看到我在，比如说我现在不是什么 reaction 的，我在 reaction 领域是不是占有一席之地？是那个心愿便利贴，他好喜欢。他说他每天都在搜我的名字。我说你有事吗？你是最了解我的人。他说我看到你开心，我也会开心。我觉得我很幸福，也很幸运。可能也是因为你值得啊，对。对。但我其实知道你在之前应该也。感情经历也有一些，就是对，也有一些坎坷吧，或者说也会有一些经历。对，其实跟很多人是比较像的，尤其是有很多年轻人，他觉得说我30岁了，或者我已经快40岁了，我还找不到我人生的伴侣。然后我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你会有遇到过这样的怀疑自己的时候吗？有啊，我觉得有这样子的自我怀疑。很合理，你会渴望被爱，你也想要去爱人，这都是很合理的。可是我是觉得不要轻易的为了别人的问题，而去改变你自己本来拥有的东西，我觉得不值得。因为我也经历过那种，就是我这段感情失败，可能条列原因怀疑是不是我这里不好，所以我下一段感情绝对不要那样。你相信我，你下一段感情还是会那样的，因为关键不是说。你去把这些问题点找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像一个机器一样，下次就理性的去。关键是你有没有在每一段关系里面更多的学习到认识你自己。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我的问题是其实我不够爱自己。我觉得当你去意识到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好的开始。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问题，它可能是你可以成为你所谓的更好的自己的助力。但我必须要说一句，还要多好。就是身为一个人，你觉得你还能多好？这永远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你学习接受每一个你当下自己所有的脆弱跟所有的勇敢，就这样就够了。你没有逃跑就已经很棒了。所以我觉得面对感情或人生不一样的问题，我就是边跌倒边学。那你只要不放弃相信你想相信的，但我觉得真的拜托。就是不要为了一段感情失去你自己。适当的单身完全不是坏事。对你在跟自己独处的时间，你会学习到很多，你更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大家都说你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你觉得是这样吗？你说这次参加节目啊，第二春吗？你一直是春天，其实是吗？我其实自己没有去想过，我的事业这是一次的再起步或什么，因为我即使这次参加节目没有收获到这么大的关注我还是会觉得能够有机会去完成到我一直很想要完成的作品，可能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对，就你不是抱着说我要火的这个心态来的。我看待成功的定义比较不一样。你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我已经完成很多我想完成的舞台了，到这个阶段我甚至已经可以说超级没有遗憾。所以这些收获到的关注跟所谓的什么事业第二春，完全是我没有想过的，然后也是我非常非常感谢。但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你可能刚出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选秀年代，或者说大家获得信息的渠道很单一，我只要看电视就好了。对。但现在信息爆炸，然后流量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你会有自己被流量裹挟的感受吗？你是说怕没有流量吗？有啊。怕死了。但是没关系，因为我身边有专业的团队，所以就尽量配合。因为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因为我在比赛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不顾一切，拼命三郎这个词可能用在我身上，可能 double 再 double，所以他们也就是要见缝插针，找机会赶快拍我一下。虽然粉丝都说佩慈你都没有物料，但是。因为我都在训练室啊，那不然你们我们会努力的啦。就是我知道流量也很重要，可能其实最适合我的方式就是架一个什么东西，然后24小时拍我，绝对有很多素材可以用我们再研究一下这方面。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有一个采访，就是说其实做你们这一行，可能有些人他是真的为了名利金钱。我也会啊，就是因为都
作的嘛，对，你不可能说我无欲无求。对，当然也会担心说，当今天工作的收入不够温饱怎么办？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可能我还算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吧，所以其实你的梦想跟目标还在的时候，当他们对你的吸引力还是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其实也不会轻易放弃。当然，我必须说句实话，名跟利很重要，可是最吸引我的绝对不会是这两个东西，绝对是这个角色、这个故事吸不吸引我，这个作品是不是我想完成的。对，这是我现在接每一个工作最优先考量的事情。可能目前来看，你在演戏上的奖项或者成就，其实反而比做歌手可能要多一点。对，你会在意这个东西吗？说真的，现在还好。我觉得拿奖很好，可是就像我那时候拿到那个女配角奖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自信，所以你要去承接这个奖项的重量的时候，你有点不知道怎么接住它。当我今天无愧于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奖项有没有拿到不是最重要的。我今天做一个作品，我不是为了要拿奖去做，是因为我知道我今天要做这个东西。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初衷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是一个可以察觉到自己有的时候偏离了，或者有时候陷入焦虑或什么，那时候你钻牛角尖，你会忘记你初衷是什么。但我觉得我的优点是我会提醒自己，你要把初衷找回来，就不需要别人提醒你，自己就可以提醒自己。我蛮可以发现的，你回归到一个最单纯、最纯粹的东西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不快乐。给自己年轻的时候有机会说一句话的话，或者是你告诫他一个什么事情，你会怎么跟他讲？就是其实你还蛮可爱的，不要再不自信了，OK 了啦，你已经很棒了，这样子。对啊，但其实这个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和解。我觉得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内省，去找到自己，去认识自己，去学习拥抱自己。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有些人他不需要这些过程。如果你不先学习拥抱你自己，别人给你再多的拥抱，你都不会觉得我真的被拥抱。这些过程我都走过，那我觉得如果我现在都还坐在这里，我可以这样子笑着跟大家分享。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走出来。对，就是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都好，那就已经够了。天哪，哭了。你一放假就感冒，然后后来感冒又好，他就说那是男生生病手术的那时候。因为我是做而生的。我说我的队员都要生病，我可以生病吗？不行。